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。今天忘记了，重新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，我们的老朋友了 Tyson 哥。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准备做一期比较小众的威士忌木鹤。它出来的酒很少。对啊，就看不到嘛。对，然后但是现在确实还挺火的。火的吧？包括在台湾，这个酒现在非常的火。是吗？因为其实它有一个那个外号啦，叫做是酿酒师中的小秘密。其实，在那个很多的那个调和型威士忌，就好像那个 Blue Label，他们都会用它去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酒。然后所以他们家的产量其实本身没有那么大，然后它在供完这些之后，它剩下的就很少，就没有了。对，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酒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呢选了2款木鹤，也就是市场上我们可以见到的，一款是木鹤的16年，另外一款是木鹤的20年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帮大家盲品一下，先是右边啊，我拿来右边的。它有那种很浓的坚果味儿，而且是那种很坚韧的、很冲鼻的那种坚果味儿，没有什么酒精感。其实他说真的，其实木鹤就是说我们能闻到他说的那种肉汁味，就那种橘子，它味道每一次闻都会有一点点变化，慢慢的就花香味儿又出来了，对，花香调。就是这个酒可以一直闻下去，很清爽，有一种在闻一个很好的香水的感觉。包括那个梨子啊，就那雪梨的那些，就那种苹果的味道。它其实有一点雪梨桶出来的味道。有，是吧？雪梨桶的。而且这个酒，但是它那个枣子味没那么重。然后没有枣子味儿，但是就甜，那香，它的甜美，鲜甜是有出来的。很像雪梨桶的那种香甜，然后喝一口。我还闻到那个中草药的味道。然后这个酒2个字，柔顺，就是慢慢的酒精感爆发出来，然后是那种不是刺的那种，很柔和，很柔和，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圆润，而且它会比一般的我们所说的果香味也好，然后包括它的麦香气，然后其实它还真的就加了一层，就是说比较偏肉质感觉，就油脂感的那种，包围着这个油脂感，它又不苦，它是干，但是刚好介于甘甜，它完全不苦，就非常舒服，非常舒服。这款酒喝起来好好喝。来，我们来尝一下第2款。枣子，这款酒闻起来有点像格兰庄那个。这个是它会偏更那个成熟一点的那个水果的香气，所以这个香料味挺浓的，香料味会比刚才这个要重很多。这个都快接近极致糖浆的那种感觉了。当然，这个闻起来也能感觉到这个酒体也是非常丰厚的。当然也没有什么酒精感，没有什么刺鼻感，完全没有，就是一直到尾的香，很香的这个酒。整体闻起来的话，它要比这个还要更厚重一点。就是它的味道更深入，更沉一点，我真的觉得你如果要把格兰庄那个你那18年拿回来，这跟那个有一拼，就它雪梨桶的味道很重，好甜，就很甜。它到后面那个甜感一上来，就好像在喝一个怎么说呢？就除了入口那一下不大像之外，其实它的整个味感其实很像在喝一个25年以上的那种好酒。我喜欢那个轻柔感，这个有点太怎么说呢？就是它的味道太甜腻了，有点太甜腻，然后它的油脂感有点硬，它整个的油脂感可能就会偏苦头的，我觉得会有点平淡，它因为它的可能它的桶味会稍微盖过，对，桶味稍微太重了，桶味稍微重，我也是觉得有点压过了，包括它的，其实在这里面它的麦香的味道，像它的味道真的有点像格兰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真的这个非常的好，这个真的是很好。我如果要喝的话，我不管它是16年还是20年，
我会选这个。我自己喝的话，其实可能我会更喜欢喝这个。OK，我也会给你推荐这个。我会更喜欢。我们两个都会推荐这个。好了，请导演给我们纸笔，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。第一个你选的什么？第一，我这个选的16，我也选的16。好了，毋庸置疑，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。好，没错。就只会喝好喝的，你完全不考虑价钱的。现在没有，所以好喝的是因为20。这个喝起来，其实它的口味会更重一点。但是我觉得不够均衡。是不够均衡的，但是从你是被我带跑了吗？没有觉得这个是新开的，然后就觉得不好喝。从一般喝酒我们来说的话，其实就是说它的土味如果重的话，应该是年份会更老一点。但是这个，这个20年好好喝。好了，我们帮大家揭晓一下它们的价钱。首先，慕赫的16年大概是在120美分左右，对吧？然后慕赫的20年是要到250、260的样子，绝对是如涛所示的。就是它卖到250，我觉得也是对它整个很好喝。就我很少会说在一个20年跟16年之间，其实我觉得这个16年会更像一个老年。所以他觉得那个16年比这个20年还好吗？如果让你再放，但是我喝的话，我肯定会选20年了。就它的整个的层次感，包括它的香气，包括它那个均衡性，它真的做得非常的好，真的很好。那讲到慕赫呢，还有一个要让 Tyson 哥帮我们讲的，因为我昨天在查资料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数字2.81。那好，请 Tyson 哥帮我们讲一下关于慕赫的2.81。其实要讲到这个2.81，其实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啊，就是说关于那个酒精，我们那个酒蒸馏完出来之后，你需要去。基本上我们是说掐头去尾，对吧？麦卡伦它对外面宣传的它的6大支柱里面，它有提到的就是一个它的酒精，它是取非常小，对酒精它取了一个非常小的一部分。然后慕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别人所没有的，它总共有6个那个蒸馏器。而且6个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每一个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最小的那个叫小女巫，这前面是3个第一次的第一次蒸馏进来之后呢，它是3号这里呢，它是直接就2次蒸馏，就再从这里2次蒸馏，2次有蒸馏 ，OK，然后就再出去取那个酒精就原酒嘛，OK，就出来原酒。第2次的时候它不叫取酒精，它是叫那个 long wine，它是因为它从第1次蒸馏完之后呢，它从里面提取出来的，它那个酒精度大概只有20度左右，所以这个酒精度是不够的，所以呢，它把这个蒸馏完之后的这个酒呢，它会存到一个槽里面，然后从这个槽里面呢又进入2次蒸馏，然后再到达很高的度数。对，它到了2次蒸馏之后出来呢，基本上就能够去到70度左右，然后这个取出来的才是原酒，然后呢，它另外还有2还有1，对吧？2跟1，它进行那个第1次蒸馏，蒸馏完出来之后呢，我们按100%算的话呢，它会取出来大概80%，80%是酒头部分，放到这里面去蒸馏，OK，这个是说做了一个2次蒸馏，然后也是出来了原酒，它是从这2个里面合着的，然后去放到这里面，它合着的抽取了80%才放到这里面蒸馏，它是从酒头部分，然后就抽出来。然后呢，它剩下不是还有20%吗？这里面的20%，它这个是属于酒尾部分的。因为基本上很多苏格兰它的酒厂，它在酒尾部分，他们是会重新再调回去，再去跟其他的原酒再加的，再去混着再去蒸馏的。他们不是，他把这个酒尾部分它拿出来了，酒尾部分拿出来之后呢，放到就小女巫就3号，就最小的那个，对，最特别的这蒸馏器里面，它放到这里面进行3次的蒸馏。它其实就是跟其他的蒸馏厂不一样，它就是说把这个酒尾部分，因为那个火加热，加热之后它那个分子量就是说小的，它是越容易被就是说蒸馏出去。例如它这第1套，它的这个蒸馏，其实它所取的是那个麦香味，第2个它取的是它的那个花果香。因为这2部分其实都属于比较轻盈，对它的那个轻盈的味道，所谓的我们所谓的那个油脂感，类似于有点
小小的烟熏的那一些味道，有一点。对，那种烟熏的味道，其实它那种是属于比较重的味道。它那个就是说在蒸馏的过程当中，它其实是不容易挥发出来的。它把这一部分呢拿下来，然后它又进行一个重复的一个蒸馏之后呢，把这个味道给提取出来了。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。难怪它的酒对它整体，其实它口感上我们喝起来会很像单一麦芽，像调和，对，很像调和型的，就是会有点像那个谷物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度认为它不是单一麦芽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喝一些酒会觉得这个酒好轻啊？其实有时候你要再去研究它的蒸馏方式的话，其实这里面包括它取的这个酒精，它取的那个点在哪里，它取的多少，它的宽度有多大，其实是能够知道这款酒它出来的口感大概，它所谓的2.8一次其实我有去专门去看了一下，找了一些资料，然后自己有去设想了一下，这个要怎么算出来，算不出来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已经喝美了，现在我的酒柜里又多了一个酒，好开心。真的，木鹤真的是很好喝，就是你没有地方去嫌弃它，完全没法嫌弃。我们那么挑的嘴，我竟然把16年喝，以为它是一个老。这是你自己回家反省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，记得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